好，现在要跟这个电动三轮抢拐过来，但是就拐多了。欢迎来到自驾纽北，天神之眼 B 来了啊！之前虽然我们测试过2台天神之眼 B 的车型，不过那2台都是在它发布之前的车型，而这一台呢，整个8金的车尾就挂了天神之眼 B 的那个徽章的，是腾势的 D9。这台车其实我之前在深圳也测试过它的城市 NOA， 不过那回的道路状况实在太简单了，所以今天它来到了我们的自驾纽北，那它的表现会怎么样呢？我们上车吧。建车不易，请大家一键3连关注智能线研究所，支持一下啦！开始启动自驾，城市领航已激活。好，这是整儿8金的天神之眼第一次跑自驾纽北啊！其实之前有，但那2台车呢，39 GT 也好 ，N7 也好，我们买的时候那2台车还没有天神之眼的，所以他们的车尾呢还没有贴这个标。那今天呢是第一台车尾贴着红色天神之眼，也是 B 级的天神之眼的车型跑我们自驾纽北但有些问题就是呢，我们不知道这台 D9 它具体的天神之眼 B 的版本号，因为比亚迪他们就这个版本号的显示很奇怪，他们在车机这里是看不到的，手机呢也只能在主账号的 APP 里面看到，但这台车因为是试驾车，然后这个主账号的管理呢就有点我们找不到那个主账号的人，反正现在不知道。好，先看一下第一个难点，这个弯，这个弯过不了。那这个弯目前呢就只有 39 GT 是可以识别到哦，不知道是运气问题还是版本的问题哦。反正 N7 跟 D9 都不行啊，我们再次启动，所以刚才产生了一个不按导航走的接管了。好，这里启动之后，为什么那么？已退出至手动驾驶。它这个速度明显是冲过头了，机械运输。刚才是没有启动成功吗？不大确定啊，因为刚才我的眼睛在看路面，没看到它的状况。回头我们再看一下是降级还是怎么回事。好，所以大桥湾它是没能通过的。那现在我们就来到我们的自驾纽北的第2号弯了。第2号弯呢，就是其实跟刚才大桥湾是差不多的，也是一个大曲率的右拐弯因为前面有人，然后我们停在斑马线上，所以它现在是礼让行人的。好，人走了之后马上动了。天神之眼 B 它在礼让行人方面是做得很到位的，只要前方有人，它就一定会有礼让行人的动作。这是一个社会责任的体验呢。好，现在要跟这个电动三轮抢，它还挺果断的。对，刚才如果不加速抢这个道的话呢，就很尴尬了，因为我们前方马上进入了一条实线，长实线。那如果电三轮在前面的话呢，就只能低速跟着它。但现在这个版本对于车速的控制判断有点不对啊。我们现在在辅道上面的，但刚才它显示已经是可以按照80的限速来走了，所以调个偏移。对，偏移不是偏移的问题，偏移我确定是没有调过的。偏移在这边，第1排了。在哪里？偏移在哪里？对，没有偏，是0的不是偏移的问题。刚才就是可能是导航给过来的信息不对，或者说他以为自己在主道上面，反正刚才那个车速是不对的但是也顺利通过了，因为正好刚才前面没有车。然后我们马上就进入到3号弯了，3号弯就是一个难点了。是有没有影响那台车？没有的，那台车在前面的。好，马上就拐进我们的3号弯了。在我们跑过3台天神之眼 B 的车型里面，这台的尺寸是最大的。这里又是一个让行人的逻辑，他走了之后马上就走了。好，拐进去。果断。对，他礼让跟重新提速的效率都很高，很果断，不会等很久。好，这边比较谨慎的控制住车速就通过了。然后这里又是一个右拐没问题，这个都没问题。然后现在呢，有台车是侵占了我们车道，它减速。好，这个减速就有一点点急但是因为刚才那个车它对我们的位置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好，一个暗
汉光隧道没有问题，通过了。然后出隧道的时速是39、40，是顶着限速走的。但这个盲弯呢，这个窄路口啊，它减速了，但减速很有可能是它被那个电动车吓了一下，偏右了一点。所以刚才那个对电动车的速度控制，如果能提早减速，我会更安心一点。好，前面就是进入到我们的村庄路段了。这里有一个不应该出现的闸机啊，这个大概率它是不能识别的。尽管看看吧。1、2、3、4、5，不行。已退出至手动驾驶。对，这个速度已经太快了。这种闸机是很难的，因为按道理来说，在城区自驾覆盖的路段是不应该有闸机这种东西的。好，确认进场。但是呢，如果是在，我先重新启动支架，启动。如果是在闸机完全闭合的状态，它应该是可以识别的，因为闭合的时候明显就前方会有个障碍物嘛，有那个杆嘛。但是在它下来的那个状态呢，其实它做出判断的时候，因为现在这套系统它都是要提前几秒钟规划的，所以在它规划路线的时候，那根杆是打开的，它就会规划出一条可以走的路线，就往前走。但是我们走到差不多到那个杆的位置的时候，杆是落下来的。那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杆就已经离开了它的感知系统可以感知的范围，所以它就不会有一个刹车的动作了。即使有可能也是一个急刹，但是所以我一般这种情况我就会提前接管了。就看一下这个减速了，减速，然后靠近这个呢倒是可以识别出来了。但是已退出至手动驾驶，它识别的不到位啊，它识别出来又自己提速了，所以我刚才又把它又安全接管了。好像上次哪台车也是这样的。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基本上已经量产的车型，我们都会在这条路上面去测一次，先启动它，看看这个五保库的左拐但是有台左边的车过来，但今天产生的博弈不算多这个很轻松就过来了对向有个电动车，所以他又刹了一下。我们跑一个固定路线的原因就是可以让大家横向比较一下，就大家如果说你对想买2款车或者在考虑3款车，然后不知道哪台车的支架好一点的话，那可以上我们智能车研究所的 B 站的账号，然后在里面呢，我们所有在这条路线跑过的车型都会有的大家可以翻出来看一下前方因为有行人，所以它的车速的控制了一下，然后后方的司机呢就很着急的已经在滴滴了那我们的车速其实现在合理，这个车速一点都不慢。好，前方因为有台临停的车，所以它会怎么样呢？它基本上还是会刹一下的，还是会刹一下。好，拐右因为有行人所以左方又有车过来了，一有车过来它就会很谨慎了。等这些车走了之后呢，它的速度又会提上去。好，这边呢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左拐路口，左拐路口之后呢就会离开暂时离开这种比较混乱的村庄道路然后就回到一段比较正常的城市道路里面。所以在这一段路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D9 在正常情况下打个双引号的正常情况下它的表现会怎么样。大家可以在屏幕左上角看到，我们会把接管数分成了6个不同的情况的6个细项因为我们就不想用一个数字来计算接管，而且其实我们是不提倡零接管的。零接管这个东西是工程师他要追求的目标，对于用户来说零接管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路上开车真的是太多你想不到的状况了，不可能做到零接管的。如果硬要做零接管的话，就会要不呢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要不呢就会对交通通行效率造成影响这里是因为他想赶在这个实线前切到中间车道，因为我们前方会有一个向右拐出去的，所以他就会刚才等了一下。那看来这一个版本的天神之眼 B 对于实线的重视行动，有个车从旁边出来了，看它怎么样好，它有减速，挺好的。刚才这个减速我不确定它是因为感知到右方有车出来，还是说有这种右方的缺口就预防性的减速但不管怎么样，刚才这个减速动作是很好的。好，然后这边有行人的影响，对，只要有行人它就会
很守规矩。好了，可以了，没人了，你可以走啦。好，这里看一下，对于这个绿化带的，它有一点点被迷惑到了，但是还行，它想通了，很快就想通了，就出来了。而且它这个向左边道有点过分纠结了，其实我们前方是有很多空间的，它其实大可以往前再慢慢变过来，但是很着急的变过来，不知道为什么。好，然后前方呢就会有两个难点的叠加，就是一个掉头加上一个控制灯号，一个不是很标准的控制灯号，所以看一下它能不能正确识别灯号，并且自主掉头啊。自主掉头，提前接管，智驾领航即将退出。好，它这个是没有掉头能力的，应该是。尽管看一下，我先不管它。现在它还是处于不行了，它降到LCC了所以已退出至手动驾驶。这个版本跟 N7 的那个应该是不一样的 ，N7 是可以掉头的，这个跟 Z9 的可能是同一个版本这个就是车道领航挺有意思的。这里因为有个途经点了，所以它应该前面会有个靠右的动作，大家就不用管它了，这个我们就不计算在它的表现里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即使同一个品牌里面，不同车型它们的具体智驾的模型版本是可以不一样的这个是途经点的影响。不管它通过了就会出来了，这个不是画龙可以了，通过了因为比亚迪系列它的包括腾势也好仰望也好都是一样的。它的这个车机的导航，首先第一个只能设置3个途经点，另外一个呢，在中间我行驶当中呢是没有办法去编辑这个途经点的，或者是不是我没有掌握这个编辑途经点的技巧大家有知道的话，可以在弹幕告诉我。那下回我们过这些地方的时候就可以更加从容一点。好，这边它压的倒数的最后3秒过了这个红灯，很平稳，没有抢。然后这边呢，看一下这个车型它没有出来，说我们很平稳的通过了这个左转路口。刚好都是绿灯。对，它很走运，都是绿灯。好，前方我们会再次通过刚才那个没有灯号的路口它刚才通过，从对面通过的时候它是没有减速的，但刚才走在中间车道，但现在呢，走在左边车道你又不减速了，这个我要退出至手动驾驶，我要防御性驾驶了，因为这是一个斑马线，而且有可能有人跟车出来。它这个刚才那个车速就是太高了。哪怕它能处理鬼探头但刚才如果真的有个电动车冲出来的话，那也是很被动的。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做端到端智驾的一个挺麻烦的一个点，因为以前在规控年代呢很简单，你就可以写一个规则，比如说只要有路口我就要减速，但是在端到端的时候呢，你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个动作的，你就必须要通过大量的电容方向盘我刚才没有摸到这个位置，你必须通过大量的素材去让端到端模型去掌握这种就驾驶的时候一些技巧，或者说一些直觉上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有可能就是天神之眼 B 之前的一些训练素材里面是缺乏这种路口减速的素材的，所以刚才那个路口它是2次，就我们2个方向通过同一个路口，它都是全速通过的。那如果走中间车道是没问题的，但走旁边车道就真的有视觉盲区，我就会觉得有点不安心了。好，这边它就拐右出来了匝道这个没有问题。然后一个右拐之后，我们就又重新回到了高难度的路段了。那首先呢，这里会通过一个没有灯号的异形十字路口了。这个就有点，它的预判距离不够长它应该是发现了这个慢车想绕行，但是呢发起的时间呢又不够提前，所以刚才就跟旁边我们左后方过来的车的博弈呢就会显得有点被动。好，这里它显示了有一个施工路段，但是好像没有看到它是从哪里识别到施工的。
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就通过了这个路口了。然后前方呢，通过我们3号途经点之后呢，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难点了。下一个难点就是一个小小的环岛，还有一个临时的控制灯号。这个环岛虽然是有收录在地图数据里面但是现在端到端的系统其实并不很依赖，或者说其实它可以完全不看地图数据的，就是地图数据只不过是告诉端到端系统前方你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端到端系统会根据它自己感知到的路面的那个状况再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那所以这里就要看它能不能正确识别这个环岛，并且走正确的路线了。优势绿灯今天第9很走运但是它读秒了，读秒它就提前停下它是不是参考了地图数据？地图的这个好像不大对不管怎样，我们待会儿再看一下。那从 SR 这里能看到它应该已经能识别出来了，识别出来这个环岛了。这就是有激光雷达的好处，它可以通过激光雷达的精确的扫描，可以知道前方至少是有一圈圆形的障碍物。那一个圆形的障碍物呢，大概率就是一个环岛了所以它能识别的是前面这半圈，后面是扫不到的。其实有一些朋友会说就有些品牌会在地图上面去打点或者说什么特调那些，以前在规控年代是可以的，但是在端到端的时代其实基本上不大可能因为端到端模型是不可能说你针对某一个路口去做优化的，端到端模型它就是一整个模型，而且哪怕是训练模型的工程师他们也说不清。现在 AI 就是一个黑盒子的状态，但这种状态呢，等到以后有 VLA 之后就会好一点， VLA 就可以解释了。那你看哪怕是对正常的车也会不按这个环岛的路线走的。所以真的看这个训练的素材如果训练素材里面有很多是不按规则去行动的素材的话，那一个 AI 模型它也会学到这些不好的动作因为其实绿灯了，走了，好，可以你看这个地图数据是不准的，但是它是按照实际的灯号来走，而且是选择了逆时针转过这个环岛，很好，这个路线选择是对的。拐过来，但是就拐多了退出至手动驾驶。这里产生了一个不按导航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之前也是有几台车被骗过的。这个有可能就是地图数据给过来的那个方向跟它实际上扫描到的方向，它自己没有办法把它重合在一起，所以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就拐多了。好，这里有个临停的大货车，但是没问题，留足了空间，所以D9稍微减慢点车速，15公里，很安全的速度通过了。通过了之后呢，它就避开，它这些避让的动作是挺丝滑的，就是只要在车速不是很快的情况下，你看刚才它这里提醒500米之后要退出了。这种退出呢，就是所谓的打点，对，所以现在其实厂家他们可以做到的，在智驾系统的打点，就是在地图上面可以标出一些区域，这些区域是不能用它的城市领航的，但是它不能说我打个点就让它的系统在这个区域里面的表现特别好，这个是做不到就只能说我知道它在哪些地方表现不好，那我可以打个点，提前的退出。当然也有可能不是我这个500米我错怪它了，是前方，因为我们要到这个终点了，对，因为它不能设4个途经点，所以我就把我们的第3个途经点作为终点。所以我们待会儿到了前面的，我们过了前面这个弯之后我就会停下来重新再设一个终点，所以待会儿那一个停车就不算在接管里面了。这一段路也是可以用的看来唐氏对天神之眼 B 是有信心的。这里因为这个挺好，其实因为这里有个异形的3轮车所以它很谨慎的提前接管，智驾领航即将退出。
对，这个是因为我们马上要到了。好，这个地方它太贴左边了哦，太贴左边了。好，这里我要降级至手动驾驶。我要降级来重新试一下。那刚才那个地方其实我要做安全接管的，但是因为它的车速又低，然后我又看得到对向完全没有车，所以就没有接管了。但是刚才那个处理其实是不好的。我们应该是走这一条路线。对，好，我们重新启动支架。好，可以了。激活了。好了。现在路上的人比我们之前测试的时候要多了一点啊。那这个绕行了，还不绕过去啊？绕过去了，他想通了。而且开着 D9 这种 MPV 啊，其实我的视野是不好的，因为这个车头离我很远，而且又很高，所以像刚才右前方那个三轮车的距离，我是很难判断的，除非我开这台车开很久啊。但是因为车速低，所以我刚才就没有接管。如果车速高的话，我刚才也是要一把接过来的，因为那个距离我感觉挺吓人的。好，前方呢会有一个连续的3个90度弯啊，这里就看一下对车速的控制，还有对具体的道路的选择了。一个左拐，这个没问题，拐一个大弯，这个是挺好的，这是挺好的。会直走啊，对，因为之前天神剑在这个地方就经常走错，看一下 D9 怎么样啊？看它引导的路线呢，对，对，就是的。退出至手动驾驶。这里又产生了一个不按导航走了。每一台都是的。对，这个是天神之眼到现在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啊。就无论是 A 还是 B， 在这个地方都是犯同样的错误。好，我们再启动它。前方又是一个右拐了，但这个车速呢就有点快了，30，减速了还不减，后边是减，但是这个减的时机我觉得有点晚啊。但 anyway， 它过了。好，前方呢是一个交替通行的窄路啊，要先，对的，他知道先让那个电动车过了。就是比亚迪对于这种行人跟电动车的保护是做得很到位的，但是做得到位呢，就会带来一个通行效率无可避免的要牺牲一点。那所以这个大家就必须要清楚了，还是行人跟电动车的安全是更重要的。就大家虽然说自己坐在车里面啊，但也不希望发生这种刮蹭或者说碰撞的意外嘛。那所以对于这种就有点安全、有点过分的安全的举措，我觉得是有必要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这边要离开这一段路，进入到我们的城市快速路了所以我们的高难度路线呢就到这里完整的结束了这个左拐、减速、观察、出来、汇入挺好，这一串动作都还行，都挺好。好，前面呢就会有一个电动车，它让出来了这里有一个稍微有一点点靠左的绕行也挺好的。退出去了，对。好，这里是要，可能是因为我们前方要进入主道所以他提前选择了这个也是一个，好像是有点防御性驾驶的动作在那个大车的通过它之前刹了一下，其实是挺好的，因为你不知道有没有车在大车旁边出来但这个动作呢，如果在高速上面做那就不对了。之前我们在试小米苏7的高快领航的时候，就发现苏7很喜欢在高速上面也做出这种防御性驾驶，在一个大货车旁边过的时候，在它车头前面先停一下，再慢慢的过。这个你放在市区里面是非常合理的，但是放在高速上面就非常不合理了。好，来到快速路上面呢，它就很快的发起了一个向左变道的动作同时也显示智慧避让中因为刚才有一个大货车。
这个是从天神之眼，我已经浮在这里了。从天神之眼 C 到 B 到 A 都是一样的，他们对大货车都会有一个智慧避让啊，这是在统一在它整一个天神之眼上里面的一个行动的策略。好了，这里我们关键就看一下它会不会发起一些很高效的绕行，因为明显现在大货车的车速是比我们的限速要低的，限速是80这里。然后我已经扶在方向盘上了，为什么老是提醒我扶上方向盘？因为在D9开发的时候啊，其实天神之眼就比较低全民自驾这个战略还没有提出来，那所以这些比较早开发的车型可能有一些细节跟后来开发的车型会有点不一样啊，所以哪怕大家看到虽然这台车的车尾已经挂上了天神之眼 B 啊，但是它的自驾拨片还是有左右2片的。现在新的天神之眼车型好像是只有1片的啊，我不确定新出来的 B 是不是也只有1片啊，但是反正这台车是有2片的。但我觉得有2片会好一点哦，就是你无论左手还是右手都可以快速的启动或者说停止自驾功能，进入到自己控制的状态。好了，说了那么多，它还没有绕过前面的慢车。看来这个版本的天神之眼 B 还是比较保守一点啊，它对于大车的这个处理还是比较保守。这个倒是跟现在天神之眼 C 的高快的策略是一致的。我们之前在广州测 C 版本的高快的时候，它也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慢车，除非是很慢很慢的那种啊，这个不是绕行，这个是因为要离开。这个是提前靠右离开这一段快速路了啊，因为我们还有700米，对，700米就是大部分系统都会选择在700米左右开始发起变道要离开，然后前面的大货车跟我们是一样的，它永远在我们前面压着。所以这一段不绕行呢，倒是可以理解。刚才那一段不绕行呢，就是有点过分保守了。希望比亚迪在下一个版本可以把这种高快的绕行策略设计的更加可以大胆一点，尤其是在天神之眼 B 的车型上面啊，因为天神之眼 C 无论是感知还是它的算力相对来说是缺一点，那保守一点也说得过去。但是天神之眼 B 呢有激光雷达，然后算力也是足够的，有 Orin X 的芯片，那按道理来说其实完全可以做得大胆一点。好，然后前方呢，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左拐路口。好，到了这里呢，其实可能有朋友觉得应该没有难度了啊，但是其实还是有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一个左拐路口，对，这虽然是一个很大很宽的左拐路口啊，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路线的选择。好，最后的几秒，它通过了，通过了之后，抱歉，刹车太急了。我要共驾一下了。他可能是看到那个电动车还是怎么样，反正他刚才有一个要停在马路中间的动作了。不确定是因为电动车的影响还是那个灯号啊，但是刚才只是闪绿灯，还没亮黄灯，按道理它应该是通过的。所以刚才我是产生了一个效率共驾的，我去帮了他一下。过刚才那个路口的时候呢，难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离开路口的时候，其实地上是没有一个向左拐的引导线的。那所以首先这套系统它自己要脑补出一条线路出来。然后呢，从那里可以看出来有一个倾向啊，就是如果是端到端的系统呢，一般来说，因为人拐这种弯就会选择一个很自然的、很短的路线，就直接这样拐过来。但是如果以前偏规控的时候呢，因为要照顾到路面的规则，它可能就会输出一个拐道弯的路线，甚至说只走出一段，然后突然一个很接近90度的弯这样拐过来啊。所以刚才可以看到天神之眼 B 它就是前者，就是偏端到端的，就是很自然的一个路线拐过来，只不过就拐到中间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停了一下。好，前方我们的绿灯在通行，然后这里前面其实还有一个迷惑点的。好，他让了一下这个左拐的车辆，然后提速，来提速，对。这里就是我们的左手边啊，我还没说他就已经避开了，挺好的。我们左手边其实是一个掉头专用道，所以如果严格来说是应该像他刚才这样子，提早就发起一个变道走中间车道的。
当然，因为这个路线的规划，其实你走左边的话也可以的。行，哎，可以。可能是这台车的感应不是太敏感。好了，然后前面通过了最后一个灯号之后呢，就会来到我们的第30号路口，就是最后一个掉头弯了。那其实刚才前面也都知道了，它是没有这一个版本是没有掉头的功能的，所以这个掉头弯应该会退出，我们再验证一下。其实现在很多端到端模型的底层是已经支持掉头了，只不过在前接管对智驾领航即将退出。在就发 OTA 到给用户的时候呢，主机厂有可能会主动把一些功能给抑制住，比如说掉头功能，就是很多主机厂会主动抑制的。好，它的 LCC 了 ，LCC， 哎，不行的，已退出至手动驾驶。我以为它 LCC 要掉头呢，LCC 不行的。对，因为有一些功能呢。我们刚才就是有一个功能降级了，最后一个有一些功能就是它没有优化到完美的时候，那像比亚迪这种很注重安全的品牌呢，它就会主动先把它禁用掉，因为这样子禁用掉的话呢，就可以保证用户在用的时候不会产生一些潜在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保险的策略，所以大家如果说很想要某些功能的话，那就多点去请愿吧。按道理来说，现在天神之眼 B 无论是它的算法也好，然后它的硬件也好，它的感知硬件各方面其实是完全支持像掉头啊，甚至车位到车位啊这些现在很多品牌都在抢的一些功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比亚迪是还没有把它放出来，那所以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那今天呢，我们最后用一个自动泊车来结束我们的这辆纽北吧。那主驾的仪表前面是已经把车位显示出来了，但是因为这边中控屏它没有自动弹出那个自动泊车，所以我还是要按一下这里，对，这里，请踩住刹车。但是呢，就马上可以选择了，我就开始拨入。泊车开始。请注意周边环境。但现在因为天神之眼 C 也可以用到同样的，就虽然说算力不一样啊，但是它也可以用到一个很好的。我感觉你的速度比天神之眼 C 还要慢哦。车大部吧？大部都车大也不用那么保守吧？这个真的好慢啊！对，像代客泊车这种比较高级点的功能，现在比亚迪都把它下放给天神之眼 C 了，所以在全民自驾这一个举措上面，他们确实是走得很坚决的但我觉得 D9 的这个泊车真的是可以再优化一点。对，虽然 D9 这个泊车我上回在深圳也试过，它的一些功能啊，就比如说像那种断头路的停车啊，然后像离车补路啊，这些功能它都有，但是为什么今天那么慢呢？这个真的慢的有点，我记得上回我试的时候没有那么慢的哦。请注意这个真的有点奇怪。左後方沒有穿行物啊。我哋睇到好多嘢。冇，清明時節雨紛紛是吧？好吧 ，Anyway。好，今天腾势 D9 的大纽北挑战就到这里了啊！请大家关注智能车研究所，并且一键3连啊！谢谢大家。我们等它升级的时候再试一下，看它下个版本会不会好一点。这个版本。